报完幕，敖乙跳下高台，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对自己教主哥哥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李长寿抬起右手，叮的一声点了个赞。此时又有17、18个身穿兽皮短裙、头戴草环的壮汉冲上了高台，口中喔喔喔喔喔这样叫着。这表示人族刚刚被女娲大神造化，在大地上懵懵懂懂靠采集捕猎为生时的状况。配乐编舞也是现成的，隔壁泰山嘛，对吧？我是隔壁的唱。一时之间，上方仙人仙龙，下方凡人都是笑声阵阵。倒是大法师看得十分的感慨，目光当中带着几分遥远的回忆。这些都是他当年那一批兄弟姐妹们的生活情形啊。哎，长寿也是有心了。这套组舞后面还有钻木取火、冰火战歌、太极、灭世洪水、三皇五帝等19段舞蹈，都是根据人族从上古而来所经历的众多大事改编而成。前面人族出力时主要以搞笑为主，中间人族多灾多难时旋律就变得深沉激昂，待人族崛起，乐声顿时变得辉煌磅礴。不多时，大法师就将李长寿叫了过去。赵公明和黄龙真人等三教仙人围了过来，兴致勃勃地问李长寿这些点子是如何想出来的，看得当真是有趣啊。李长寿总不能直接说这些都是从上辈子抄过来的吧，便说自己化身游历凡尘之中，糅合了凡俗人族众多表演形式，搞出来的这种讲故事的舞剧并非自己所创。如果大佬们有兴趣，他还可以搞一点歌剧。哎呀，这众仙顿时就赞不绝口啊。第一段组舞到了1/3处，南北各有2朵仙云飞来。阐教广成子、玉鼎真人，截教龟灵圣母、吴当圣母，各自带着100多炼气士赶来凑热闹，这自然看在了玄都大法师的面子上。玄都带着李长寿左右相迎，各自安排众仙入座，龙族的位置又被挤得稍微的偏远了一些。又过片刻，一朵灰色云朵自西面飞来，前方站着数名肌肉壮汉，后面跟上了上百魁梧身形，却是地府一行刚刚赶来。他们看到有几名巫人在高台之上表演战舞，顿时眉头紧张。勾魂使者牛头皱眉道：哎，我巫族之后怎得登台跳舞啊？一旁有一位地府将军戳了戳牛头的胳膊，下巴对着高台上方的大片人影抬了抬。牛头定睛一看，顿时认出了其中几个人，又仔细地感受这些高手隐藏起来的道韵，不由得一阵讪笑。跳得不错嘛，给咱们争脸。一群巫族出身的地府阴差顿时忍俊不禁。李长寿飞来迎接，自报南海海神的家门，并提到了好友渡仙门李长寿。牛头等巫也是十分的客气，不断地称赞海神，感激海神教关照巫人一族。这也算是与地府正式建立交情的开始。巫族喜欢站在大地之上，李长寿也提前为他们预留了位置。地府一行的到来也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南海之滨，乐声百里，海神大典，欢呼笑语。待人海浮沉组舞结束，大典的气氛已经是被推上了高潮。也有截教仙、阐教仙找李长寿问询，该如何才能排演这般组舞。李长寿一时之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庆典之后再与各位相谈。组舞之后，2个大汉跳上高台，拿起了快板，敲起了锣鼓，开始表演海神教传统曲目赞海神。下一场组舞，海神与龙与海已经开始准备。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组舞当中还有那个准备一下啊，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还有那个如果我去捕鱼，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这种舞蹈内容，从清晨到上午，南海之滨是热闹非凡，海神大典也算是别开生面了一把。
而此时在南天门处被凡间吵闹声惊动的众仙家众天将，也只能够耐着好奇心静静等待午时的到来。南海那边怎么这般热闹？南天门前，换了一身崭新衣袍的东木公端着那张闪耀着七彩光芒的旨意，含笑说了句。东木公身后是几名道韵深邃、气息凝实的金仙境天将，各自应答两声没有什么营养的话语。这几位金仙境的天将身后，则是一排排衣甲鲜明的天兵天将。天兵多持枪，天将多佩剑，清一色银白战甲，表情保持着庄严肃穆。这应该是第一次天庭如此大张旗鼓下凡颁布一道玉帝陛下的旨意。这数万天兵天将都经过严格的筛选，从修为到长相都有着一定的要求，天将更是东木公亲自挑选出来，资历较老，办事牢靠之人。众天兵天将此时也得到了消息，这次是玉帝陛下册封那位海神为天庭正神。哎呀，这位海神是何许人也？这数十年天庭之内倒是流传了不少有关南海海神的传闻。有人说他是人教圣人老爷的小弟子，被圣人老爷选中辅佐玉帝陛下行整合三界之大业。也有人说他是玉帝陛下的知己，是玉帝最为信任的谋臣。但是今日这般阵仗，不少天将还是觉得多多少少有些小题大做了。一身喜袍的月老驾云自后方飘来，对着东木公行礼之后皱眉问：木公，我们这些去贺喜的还需要多准备些什么吗？这个陛下并未交代，到时候月老与各位一同向前贺喜就是了。不必备什么贺礼？自是不必，待海神道友入了天庭，再走动赠礼也不迟，今日就不必了。不错，木公言之有理。月老拱拱手告退而去。东木公算了一下时辰，看了眼金乌星的方位，言道：各部天兵准备。南天门里里外外数万天兵齐声应答。诺。东木公点点头。再有1个时辰就出发。众天兵天将提起的那口气顿时就泄了下来，也是有些无力吐槽。这东木公明显是有些紧张了。没办法，旁人不知道这道旨意的分量，东木公常年伴在玉帝的身侧，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这位海神必会是今后天庭的重臣，只待龙族之事落幕，海神的神阶怕是会跟他这个东木公持平啊。而且这海神要背景有背景，要谋略有谋略，有深谙为臣为人之道。玉帝陛下对他是赞不绝口，还没有半点忌惮之心。这真的是，哎呀，神比神该贬，货比货该扔啊。打开这一道蕴含着七彩流光的旨意，东木公细细地读着上面的内容，怕稍后自己念错了一个字，用错了一处语气。仙人闭关那都是按照年来计时的，对于大部分天兵天将而言，1个时辰那恍恍惚惚也就过去了。但是东木公觉得这个时辰金乌走的未免太慢了些，慢得他的道心都有些煎熬。终于出发。东木公一声轻喝，众天兵天将精神大振，驾云开拔，自南天门处离开云路，朝着南赡部洲直直落去。正此时，南海之滨，一时感应到些许异样的道门龙族众高手将注意力从歌舞表演中分了一些出来，投向了高空。那里一层层白云压下，云上站着道道挺拔的身影。天兵天将，这些天兵来做什么？莫不是也来贺喜？话说今天这海神教为何要搞这庆典啊？些许议论声中，下方高台之上的歌舞突然就停了。敖乙再次跳到高台之上，手中举起一面雕着龙首的玉牌，高声道：龙族兵将何在？众龙族高手齐声应诺。末将在。敖乙长发飘舞，意气风发，难得主动流露出少许的威严。海神教真龙护法，
点起1000仙蛟兵，前去迎接天庭众天兵。是。当下，就听龙吟阵阵，10数道龙族身影冲出云雾，在空中化作真龙身形，带领1000条蛟龙破空而起。阳光照耀中，各色龙鳞熠熠生辉，千龙升天之景何其的壮观！不少凡人激动不已，虽然不知道该具体怎么个激动法，但是激动就完事了呗。敖乙的清秀面容上满是肃穆，又高声喊道：“请海神神像！”嘹亮的号子声在高台侧旁响起，18名海神教神使手扶肩扛一座3丈高的白玉神像，自侧旁登台，将神像安放在了高台正中。高台边缘的禁制悄然开启，道道仙光环绕在这神像各处。高台下方，海神教众信众齐齐跪拜，敖乙再次高呼：“海神！”啊，请海神！众凡人最初还有些发愣，而3教众仙与龙族高手们开始下意识地寻找李长寿的身影，却突然地发现李长寿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正此时，南海海水之中飞出了一束光芒，在空中拐了个弯，照耀在了那个铜镜之上。铜镜光芒大作，这尊海神神像在迅速的融化，转眼间就被云雾包裹。待云雾消散，一道由蓝色光线编织而成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那。这般情形被同步传递到了场内各处，凡人尽皆高呼海神，仙人大多都是一句会玩。大法师见状也是笑眯了眼，赵公明拂须而笑，黄龙真人倒是面露思索。其他几位如广成子、赤精人、玉鼎真人、龟灵圣母、吴当圣母尽皆是笑而不语。他们都是见多识广之人，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凡人信仰用的一点小手段，虽巧妙却称不上厉害。突听那光人开口道：“吾之化身何在？”高台后侧，李长寿的一具老神仙模样的指道人飞起，落在了光人身后，而后端着拂尘，迈步与这光人相融。瞬间，高台之上出现了一层层波痕，远远近近飘荡开来。待光芒消退，水波消散，一股股精纯的灵气随风吹散。这些灵气，凡人闻一口强身去病，闻2口固元补虚，闻3口金枪不说正事儿。此刻李长寿的指道人化身与敖乙并肩而立，接纳着汇聚而来的香火功德之力。李长寿费心的去做这般的戏法，只是为了让海神教信众们不会幻想破灭。假如经常出没的老神仙指道人直接站出来说自己就是海神，那凡人们就算是会心，那肯定也会折损一部分对于海神的信任与憧憬，对吧？这般折腾一番，又是南海起仙光，又是用法术构成一个虚影，再点明这般老神仙的模样只是海神的化身，那么这就直接增加了海神这个概念的厚度，让信众更有凝聚力。香火功德就是这般凝聚而来。敖乙做了一个倒衣，向后退了2步。李长寿盘腿悬空而坐，身形缓缓升起10丈，口诵海神教教义，劝诫海神教信众应该勤劳致富，尊老爱幼等等等等，这里就省略了啊。不多时，一缕缕香火功德自这些凡人头顶凝成，化作漫天的金色光辉，朝着李长寿汇聚而去。原本还有些嘲笑之心的3教仙人感受到了这些真真切切的功德之力，看李长寿的眼神都变了。不少有意发展香火神教之仙也表示今日当真是学到了。当李长寿讲完了海神教义，天边顿时响起了轰鸣的战鼓之声，一朵朵白云自天边飞来，其上站满了银甲天兵天将。龙吟阵阵，1000龙自远处飞舞，已经完成了接引天兵之事。
此时大部分龙族高手、三教仙人都还没能反应过来这到底是咋回事。此刻一抹天道之力凝聚在南海之上，一束金色光柱自天庭南天门飞射而出，穿过重重乾坤，照在了李长寿的身上。李长寿身形在空中站起，目中流露出了少许的神光，定声道：今日便是我得天道认可，成正神神位之时。李长寿的言语落下，一朵白云上，天兵天将让开通路，一道身影踏着金光而来。此人大袖飞舞，灰发飘飘，手捧七彩布帛，不是东木公又是何人？东木公的仙识向下一扫，也是禁不住手抖了一下。这是什么阵仗？给天庭助威，还是给天庭下马威？三教怎么来了这么多大人物？东木公高举手中旨意，稳固一下心境，喊道：南海海神何在？下方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而后在金光之中昂首而立：小神在。玉帝有旨，海神听风。东木公缓缓展开手中的卷轴，高声诵读：今南海之滨有海神，巨龙信众，立香火神教，教导万民，庇护凡俗，斩妖除魔，累有功劳。天庭玉帝陛下感海神行善之举，念万民之所系，开此特例，奉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之令，封南海海神李长庚为玄上无缺四海大神，降四海生灵寺，不剿四海之滨，准入天庭凌霄殿仙家之列，有通明殿议事之权，统管四海斗温兵祸之事，代天巡四海。